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未婚妻把我的跑车送给白月光，并在某书平台上发帖子，祝我最爱的男孩28岁生日快乐。评论区一片羡慕和祝福，纷纷夸赞富婆姐姐大气，和小男友真般配。我在底下晒出了行驶证和报案回执，不好意思哈，这是我的车，这边已经报警了呢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的评论很快就被顶到第1条，网友们十分震惊，点进我的主页，看到我以前发布的恋爱日常，交往对象正是那位富婆姐姐，两人甚至还订婚了。帖子迅速上升了一个高度，舆论清一色倒向我，原来不是富姐，是富哥啊，这也太抓马了，感情是拿未婚夫的车送小白脸啊，脸皮真厚，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手机里的追踪软件显示，我的跑车正在道路上疾驰，许佳和蒋毅迫不及待开车兜风了，小情侣忙着恩恩爱爱，显然没空搭理网友，自信满满的以为他们的爱情感动了天地，真想亲眼看看他们发现自己被网暴的表情。从派出所出来不久，我就收到许佳气急败坏的电话，警察是你找来的？他们把我拦在了半路上。许佳不顾形象地大吼着，我嫌弃地把听筒拿远，一副看热闹的语气道，对啊，这辆车本来就是我买的，叫警察抓小偷有什么不对？许佳肺都要气炸了，他趁我在公司上班，不能亲自到场提车，偷拿了我的身份证，去4S店冒领了跑车装逼。我不就是给小易庆祝一下生日吗？你犯得着这么大动干戈？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还小心眼的男人，又装又抠搜，反正你的车多的是，送小易一辆怎么了？我们都是要结婚的人了，还怕我跟他跑了不成？结婚？给我属实是整笑了。事到如今，许佳还以为我会舔着脸求她嫁给我，从前她和姓蒋的不清不楚就算了，今天发到网上，把我作为男人的脸都丢尽了，我不一脚把他踹了，都对不起替我伸张正义的网友。正好你提到了，我就顺便告诉你，后天的婚礼取消了，我们分手了。我说的。许佳愣了愣，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，紧接着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，秦林，你有毛病是不是？就凭这点，你永远都比不上小易的懂事贴心，取消就取消，你到时候别跪下来和我道歉，没有200万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我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挂断了电话。许佳对着空气骂骂咧咧了半天，一定更气了。帖子被他设置了禁止非好友以外的人评论，网上都骂得这么严重了，他还是不删帖，一条条把不利于他的言论删除，只留下最开始祝福他和小男友幸福一辈子的评论。这明摆着是对我的挑衅，但是谁在乎呢？下班后，我请兄弟们在酒吧玩了个通宵，上一次玩得这么尽兴还是3年前。和许佳在一起后，他经常缺乏安全感，觉得我是个富二代，出去花天酒地，容易招惹女人。实际上，我只喜欢过他一个人，平时洁身自好得很。第2天睁眼，微信里全是许佳发来的语音消息，老公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快要被他们开盒了，你赶紧帮我澄清一下，说蒋毅是我的弟弟，我们只是单纯的姐弟关系。见我一直没回他，许佳装不下去了，我都和你认错了，你还想要怎样？不要太得寸进尺，真撕破脸了，对你我都没好处，你赶紧把事情办了。哦，幸好他提醒我了，差点忘了。
婚礼取消的事还没有通知亲朋好友呢，原定的婚期近在眼前，机票酒店是退不了了。我懒得搭理许家，直接发了一条朋友圈，秦家人明天可以免费过来吃席，许家人一律不许入内。一时间，亲朋好友都炸开了锅，一个个都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尤其是许家的父母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就甩了一个视频电话过来怒斥我：你爸妈是怎么教你的？多大的人了，还耍小孩脾气？命令你立马在光宗耀祖群里，当着所有长辈的面跟家家道歉，每个亲戚封5万块钱的红包，这事才算过去了。2个老鹦鹉不停地叽叽喳喳，我冷笑着打断了他们，这事肯定不能过去了啊！许家可不止偷了我的车送人，他还在我名下的酒店和小白脸开房，睡的还是总统套房。屏幕里，许爸的表情一闪而过的心虚，看来他们女儿和蒋毅的烟渣事，他们心知肚明啊，从老到少都瞒着我，这对狼心狗肺的老东西。也不想想当初是谁给他们请来国外最好的专家治病的，我还承担了全部的医疗费，请了4个护工照顾他们，连最基本的感恩之心都没有，还处处挑我的刺。蒋毅那是佳佳的弟弟，你们2个结了婚，他以后也会是你的弟弟，一家人有必要见外吗？许爸板着一张脸，摆出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架势。我无聊地掏了掏耳朵，说得好听，蒋毅和他有血缘关系吗？对面顿时哑口无言，用青梅竹马来形容他们更合适吧。不管怎样，婚礼绝对不能取消。你一个大男人，让一让佳佳。我摁下了挂断键，发了条消息，让他们今明2天内把彩礼钱全退了，然后设置成免打扰，屏蔽他们恼羞成怒的小作文。对面通篇不提一个钱字，我有的是办法逼这家子吐出来。下午，我来到了一栋别墅，用指纹解开门锁，居然解锁失败了，敲了半天门。许妈才踩着拖鞋慢吞吞地给我开门，从门缝里探出半个脑袋，不怀好意地审视了我一遍，犹豫了半天，没有让我进门的意思。谁把我指纹删了，密码也改了？我质问道。许妈不作声，我用力推开门，偌大的客厅坐着3个人，抽着雪茄的许爸，白了我一眼的许家，还有他身边得意洋洋的蒋毅。看吧，我就知道他会过来求我和好，根本不需要担心。许家嘴角勾起胜利者的笑容，许爸目光扫了扫我身后，空空如也，不满地哼了一声。你这是来道歉的态度吗？诚意呢？以往我都是大袋小袋的提进门，许爸还故作清高的点评，说这个茶叶不好，那个陶瓷不行，嘴上说说，手拿的比谁都快。许妈也跟着阴阳怪气道，一点礼数都没有，怪不得自己比不上小易了，看看人家从来都不空着手，格局比你大多了。茶几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礼品，蒋毅骄傲地挺直了胸膛，挤着表情向我示威，搭在许家腰上的手肆无忌惮地扭动着。蒋毅就来了一次，把他们哄得乐开了花的。我用手捂着鼻子，皱了皱眉，用他们都能听见的音量吐槽道：一股劣质雪茄味，闻得头疼。闻言，许爸猛地咳嗽了几声，蒋毅的脸色也尴尬一僵。好歹我舔了他们3年，许爸许妈连这点眼力见都没养成，但凡识点货，都清楚蒋毅送的这些东西几乎都是假的。许爸许妈本来身体就不好，乱七八糟的补品很容易使病情复发，不识货不要紧，但蒋毅明显心知肚明，故意买来拍马屁的。他在朋友圈晒的烟酒可都是正宗货，
他对许爸许妈也不是那么孝顺吗？我已经通知亲戚了，明天婚礼照常进行。你去银行取现金，明天当面给他们发红包赔礼道歉。你好好反思一下，觉得自己像话吗？成年人了，还学不会控制情绪。许爸转移了话题，一副天王老子的做派，对我指指点点，甚至还做起了春秋大梦。正好小姨也在，当着我和你妈的面，你认他做个干弟弟，保证以后绝不干涉他和佳佳的交往。这段逆天发言害我笑出了声，真以为他家闺女好到让人上赶着戴绿帽子啊！许家不悦地瞪着我，秦林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给台阶你就要下，上午的事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蒋毅假惺惺道，秦哥，我把佳佳哄好了，她都答应跟你去领结婚证了。换作是以前，纵使这话听起来那么刺耳，我都会笑嘻嘻地讨好许家，立马抓住机会开车去民政局。求婚前，许家强烈要求先办婚礼再领证，后来我可算是明白他在顾虑什么了。许家放出结婚的消息，盼着蒋毅从国外回来找他。他们从小就认识，积累了10几年的感情，直到蒋毅的父母生意破产，为了躲避债务，他们举家搬到了国外。许家就此和蒋毅断了联系，但他心里始终念念不忘初恋。许家一边在社交平台的小号上怀念他，一边向我传递示好的信号。被蒙在鼓里的我死心塌地爱上了他，哪怕父母坚决反对这桩婚事，我都义无反顾要娶她。在许家的暗示下，蒋毅果然上钩了，急匆匆赶回国。重逢的第1个晚上，许家一整晚没回我的消息，2个人再续前缘，丝毫不顾及我这个未婚夫的存在。幸好没领证，省得离婚和他纠葛不清。我坐在单人沙发上，漫不经心低头看劳力士手表，蒋毅的眼睛都亮了，满是羡慕和嫉妒。这是我的房子，你们今天就收拾东西搬出去，等会我请的律师和中介就到了。话音一落，在场众人皆是脸色大变。这是你说好送我的房子，凭什么处置他？许家气得站起身，双手抱臂，愤怒地来回打转。我是答应送给你，前提是我们领证结婚。现在我不想结了，不止房子，你的车子还有500万的彩礼，我都会收回。我摊了摊手，许爸许妈交流了眼神，一唱一和道：小秦，婚姻是大事，不是儿戏。喜欢佳佳的男人多了去了，能娶她是你的福气，你要学会知足。许爸稍微缓和了几分语气，皱纹底下透出精明算计。我们佳佳和你在一起3年，一个姑娘家能有几个3年？岂是你说不娶就不娶的？门儿都没有！许妈脾气火爆，大着嗓门跟我争论，绝口不提许家出轨的事实。旁观这一幕的蒋毅脸色一闪而过的晦暗。秦林，你说话要算数的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我有条不紊去给律师和中介开门，和他们闲聊了一会儿。蒋毅连忙拉过许家，压低声音说：他这是玩欲擒故纵，专门激你的。我向来听力很好，他们的谈话一字不落全进了我耳朵。听了蒋毅一番话，许家的焦虑一扫而空，随即变回了胜券在握的样子。哼，我还不了解他，不过是想吸引我的注意，越是生气表现得在乎他，他的尾巴翘得越高。许爸也定了定神，给许家递了一个眼神，等着看我的笑话。喂，你们说够了没？许家径直走过来，打断了我们。这位就是许女士吧？陈律师主动伸手问好，被许家一巴掌拍掉。别演戏了，秦林，
这是你请的群众演员吧？这身西装还有模有样的。他从头到脚打量着他。陈律师露出了迷惑。行了，我跟你道歉，今天晚上我回家睡。许家大发慈悲地搂住我的胳膊，似乎提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条件。他扭头看向二人，这里没你们的事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见我没表态，中介继续架拍摄设备，陈律师则掏出了一张名片。许女士，我是崇光律所的陈钦，秦先生和您的财产纠纷将全权交由我负责。崇光律所可是本市乃至全国最好的律所之一。许家看都没看那张名片，倒是蒋毅一把抢过，捏在手里来回打量，最后嘟嘟囔囔一句：“这肯定是仿冒的。”许家嗤笑：“听见没？你们还没演够吗？”陈律师对我表示极大的同情。我耸了耸肩，不得不感叹我当初真是眼瞎。随便你信不信，陈律的资料在网上都能搜到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趁早从这里搬出去。中介很快就会带人上门看房的，老一辈的眼光还是准的。我爸妈见过许家一面后，立马就提醒我，她不是那种心思单纯的女孩子。那段时间，许家想方设法的央求我给她买一栋别墅。我本来要被他说动了，爸妈严厉地阻止了我。这还没结婚呢，他就把爸妈都丢给你来照顾，明摆着是在利用你。你之前负担的那些医药费就算了，房子绝对不能再登记在他名下，除非你们领了证，不然我把你的卡都冻结了。于是我出资购买了一套地段最好的别墅，拿到房产证，看见上面的名字不是他的，许家还一脸不高兴。放心吧，等我们结了婚，我就把名字改成你的。我连着1个月给他买包包送首饰，总算把他哄好了。不曾想许家转头就把我送给他的礼物卖了，背地里给蒋毅买各种各样的名牌。还是熟悉的贵哥发消息告诉我，我未婚妻领着一个不认识的男人逛街。我后知后觉发现蒋毅回国了。陈律师的办事效率很高，帮忙叫了搬家师傅。当晚他们一家人就灰溜溜离开了别墅，剩下的就是追回彩礼钱了。计划的婚礼当天，秦家人欢聚一堂，该吃吃该喝喝，一派热闹。许家人被保安拦在外面，气愤地拨打许爸许妈的电话，千里迢迢从老家赶到市里，本想着在金龟婿上捞便宜，收个5、6位数的红包，没想到婚事吹了，不仅钱没捞着，连饭都不让吃，一股火气全发泄给了他们。忽然间，宴会厅的大门敞开，一个身披婚纱，手捧献花的女人缓缓走上了红毯，场面瞬间寂静了下来。宾客们开始窃窃私语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分手了吗？这又是闹哪一出？女方不会是在挽留他吧？我可听说了，是女方家里做人不厚道，小秦才退婚的。许家不请自来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浑然不顾周围的眼光，昂首挺胸走向了我。我放下酒杯，冷冷地注视他。秦林，我愿意嫁给你。他深情款款地说，挤出一个温柔的笑，飘忽不定的眼神暴露了他的内心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他玩了一把好手段，逼我当众接受他，否则辜负感情的人就变成了我。非要搞得这么难堪吗？我冷漠地说。许家嘴角的笑容不减，亲昵地蹭了蹭我，压低声音在我耳边说，我相信你不会的，你只是吃醋了，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办完婚礼，我们就去领证，我永远都是你的。我后退一步，和他划清了界限。许家，我们分手了，我不爱你了。换上西装和旗袍的许爸许妈匆匆忙忙赶来。
许爸对着慈祥的笑：“女婿啊，你喝多了，喝醉了说胡话，当不得真，当不得真的，哈哈。”许妈也跟着附和，双手局促地摆着。房子没了，就对我有好脸色了。外面的客人都等急了，快让他们进来吧。许爸装作征求我的意见，拉住我的手的力道却紧了紧，威胁的意味不言而喻。好啊，让他们都进来吧，我松口道。许爸许妈顿时眉开眼笑，既然他们还嫌热闹不够大，那我就成全他们。我给许家留了几分颜面，没有把他出轨的事广而告之，除了极少数人了解内情，大部分人听到的理由还是我们感情不和。许家人叽叽喳喳进了大厅，把餐桌上的香烟全塞进了口袋。你早就猜到我会过来吧？是不是把钱都准备好了？许家洋洋得意，咬定了我舍不得他。他拉我去给长辈敬酒，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灯光悄无声息熄灭，四周一片昏暗。负责放映的兄弟朝我比了个手势，大屏幕开始播放精心制作的录像。为了避免突发情况，我也留了后手。随着画面切换，许家的脸色惨白如纸，那都是他和蒋毅甜蜜约会的证据。搂搂抱抱出入酒店，在高档餐厅消费，在游轮上演泰坦尼克号，还真是一对好幸福的情侣。许爸的面子彻底挂不住了，大吼道：“是谁放的？关掉！给老子关掉！”两家人的议论声此起彼伏。许妈尴尬地用手帕捂着脸，许家气愤到极点，下意识想要来扇我，被我牢牢握住手腕，动弹不得。这些都是 P 图，视频也是呀合成的。秦林，你恶意诋毁我，我要告你。他苍白无力地解释，眼中燃烧着恨意。那你就告啊，警方很容易就能查出来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了。看热闹的吃瓜群众怂恿他报警，许家却犹豫了。真相一目了然，秦家人都站到了我这边，还有一部分明事理的许家人也倒戈向我。此时此刻，身穿洁白婚纱的许家像个天大的笑话，她根本不配做我的新娘。我的心是你的，你就不肯原谅我一回吗？许家咬牙切齿地说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迟迟不掉下来，骨子里恨极了我，连哭都显得虚伪。我面无表情拒绝了他，不能，你真心想复合的话，那你昨天晚上去哪了？昨天晚上，许家喃喃自语，他猛然想起来，他和蒋毅在酒吧玩到凌晨，就近开了一间房，在被子里商量今天怎么把我搞定，然后就想出了这个馊主意。我还是看亲情卡的消费账单知道的，赶紧解绑了他。说不出口吧？我冷笑，说不出口就给我滚蛋。许家仿佛被雷劈了，浑身僵硬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佳佳，我们走。他不娶你，我娶你。蒋毅像个盖世英雄般降临，霸道地牵过许家的手，带他冲出了闹哄哄的人群。许家立马被感动到了，一把掀下头纱，甩下潇洒的背影。秦林，你可别后悔，好青春，好叛逆啊！我都忍不住想给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情鼓掌了。短短2天，网友就把富婆姐姐和小男友扒得一干二净。许家和蒋毅秀恩爱视频底下全是骂他们狗男女的，删评论都删不赢。许家只好重新发了一条帖子自证清白，还附上了一张有年代感的童年合照。我们认识20多年了，从小到大我都把他当弟弟看待，说是最爱的男孩，不过分吧？网友们乐了，一个劲的追问，既然是好弟弟，为啥要点赞祝福你们长长久久的评论啊？前夫哥实惨啊，给拜金女花那么多钱，
在他心里还只能排第2名。快来看路人偷拍的这张，从酒店逃婚的2人，是不是很像他们？许家的辩解非但没起到效果，反而让舆论愈发不可收拾。还有酒店工作人员爆料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时的修罗场，彻底坐实了他在外面养小三的事实。我主页里也挤进了网友，纷纷夸我好样的，说不结婚就不结婚，这执行力绝了，幸好你不是恋爱脑，乳腺疏通了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富哥要不看看我。我乐呵呵地翻着评论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，应该是外卖到了。我不假思索开门，没想到竟然是许家，心情一下子就不美妙了。他戴着口罩和帽子，只露出一双哭得红肿的眼睛，可怜巴巴地盯着我。老公，我知道错了。下一秒，他不由分说搂住我的脖子，小声啜泣着，声音溢满了委屈。我以后和小易保持距离，别生我的气了，好不好？你先松开。我不，他搂得更紧了。我费劲扒开这块狗皮膏药，好气又好笑道：事到如今，你还没从梦里醒来吗？我已经向法院起诉了，你应该收到传票了，赶紧把彩礼钱还有你给蒋毅花的钱都还给我。见我不为所动，许家不知所措地攥着裙角，全然不见之前嚣张的姿态。怎么还带着我给你买的婚戒啊？蒋毅还没娶你吗？说话间，我拿过他的手，把戒指摘了下来。许家眼睁睁看我没收了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，眼泪掉得更加厉害了。从前仗着我的宠爱，他的消费水平居高不下，最近的生活可是过得相当窘迫。物归原主，不过分吧？我把许家在网上说过的话原封不动还给了他。门再度合上，透过猫眼，许家僵硬地伫立了一阵，最后失魂落魄地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口又传来动静，还有完没完了？我不耐烦地拉开了一道门缝。蒋毅深深鞠了一躬，沙哑着嗓门道歉：姐夫，对不起。我一愣，这俩口子一前一后商量好了啊。蒋毅信誓旦旦地说：我不会再来打扰你和佳佳姐了，她是真心爱你的。这几天我们都深刻反思了，你能不能撤诉？别叫我姐夫，怪恶心的。许家年纪比我小，我还得叫你一声妹夫呢。我砰的一声把门关了，撤诉是不可能的。这小子睡了我的未婚妻，还妄想我和许家重修旧好，继续当他们的免费提款机。我拉黑了许家人所有的联系方式，有什么问题单独找我的律师解决。许爸许妈的老毛病又犯了，换着号码给我打电话，哎呦哎呦的乱叫。女婿啊，我这心脏又不行了，上次你给我叫的那个杨医生，再叫他上门给我看看。我这双腿每晚都痛得不行，之前你说的老中医传人，今天就让他给我来扎2针。我躺在沙滩椅上晒日光浴，懒洋洋地回道：杨医生，他在澳洲上班，你去国外挂号吧，针灸好办啊，你先把费用缴了，诊所很快就会派人过来的。我可担不起你们的女婿啊，叫姓蒋的孝顺去吧。许爸许妈见苦肉计不奏效，没人替他们掏腰包，自觉消停了。打一开始，他们心里都是门儿清的，我的家世比许家好太多，他们不愿意将来被我家拿捏，就卯足了劲拿捏我，到处踩我和我爸妈一头。虽然我爸妈反对我和许家在一起，看在我真心实意喜欢他的份上，也默许了我们的恋情，从头到尾都没当面给许家甩过脸色，反倒是我平白无故受了太多窝囊气，结束一段不健康的恋爱。我终于明白日子可以过得有多自由，
偏偏许家还不死心，拿着一份孕检报告出现在我面前。秦林，我怀孕了。哦，孩子肯定不是我的。我无所谓道。许家一把拉住我，孩子就是你的。我停住脚步，迷惑地看着他。许家支支吾吾地说，我3个月没来例假了，前2个月以为是作息不规律，没有当回事。昨天去医院看了一趟，医生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有3个多月了。我莫名觉得头疼。的确，我和许家上一次发生关系是3个多月前，我给他庆祝生日，包下了整座游乐园，共同欣赏了一场盛大的烟花。许家感动极了，难得没有拒绝我，但我记得全程都有做好保护措施。至于蒋毅，他是2个半月前回国的，难不成我真的要当爸爸了？许家扶着微微隆起的小腹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这是我们的亲骨肉，我是不会打掉它的。我沉默半晌，手指漫不经心在手机上敲着，随后扯出一个笑。好啊，我会对我的孩子负责任的。目的达到，许家的眼神瞬间有了光彩。老公，我们算是和好了吧？我点点头。许家接着又说，我怀孕这段时间，身边要有人照顾，1日3餐都要营养搭配。当然，你选几个靠谱的保姆伺候你。我顺着许家的话继续说，假装没注意到他眼底的贪婪。许家一走，我马上联络妇科医院的朋友，他算是我的老熟人。那天吃席他也在场，正打算告诉我许家怀孕了，他爸妈来陪他做的产检。你确定她是怀孕2个月了吗？那肯定的啊，我还能骗秦哥你不成？这肚子里的野种绝对是小白脸的，跑不了。朋友听出了不对劲，我去，该不会他还在骗你吧？我咬牙切齿地说，你猜对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许家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狸猫换太子的事也做得出来。就在这时，许家发给了我一张账单截图，老公，我请了5个保姆照顾我，这是你们老秦家的孩子，一点都不能大意，你快点把钱转给我，你说过要负责的。5个保姆，他真把自己当皇后了。流水上的余额显示他还有100万的存款，死活不肯还我的钱。我心生一计，回了他一条语音，放心，只要是我的亲儿子，我绝对不会不管的。佳佳，这个月公司资金流紧张，你把账单都存着，我手头一宽裕，马上给你报销。对面一直显示正在输入中，但迟迟不做回复。许家在揣摩我的心思，最后选择了退让一步。好啊，那你可不许赖账哦。呵，赖账的人最好不是你。后面许家时不时催我要钱，我都借口公司经营不顺利拖延了他，叫人送点不值钱的礼物上门，替我嘘寒问暖一番。许家慢慢相信了我工作真的很忙。先不聊了，我要为宝宝赚奶粉钱了。我挂断了视频电话，脸都笑僵了。陪他演了快3个月的戏，许家差不多把卡里的钱都花光了，肉眼可见的着急了，找我聊天的内容全是围绕一个话题，钱，自然是1分钱都不会给他的。我收拾行李来到机场，连夜坐上了去欧洲的航班。要不是接管了国外的公司，我还真想亲眼欣赏许家如意算盘落空的表情。第2天，许家打来电话就是质问，秦林，我爸妈去你公司找你，助理说你出国了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真的啊，我给他展示了一下中世纪城堡的风景。许家嘴角抽搐，瞬间崩溃了。你这个混蛋，你说好养孩子的，你现在把他丢给我一个人，保姆的合同签了整整1年，你还不给我报销，我都要欠信用卡了。
我任由他发作。许家骂累了，我才慢悠悠地说：“我是说好养孩子的啊，前提是孩子得是我的。我还录了音呢，你和蒋一的孩子还想指望我来接盘啊？”听到接盘2个字，许家明显慌乱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此话一出，就连旁边的许爸许妈都震惊了。什么？肚子里的不是他的？许妈捂住了嘴，流出一把老泪。啪！许爸当时怒不可遏，一巴掌扇到许家脸上。你这个不孝女！我早说你不要跟姓蒋的小畜生厮混，你偏不听。是你们说要想办法拴住他的，凭什么错误让我一个人承担？许家泪流满面，捂着疼痛的脸，一家子在 VIP 孕妇房里吵得不可开交，反目成仇的戏码常看不厌。处理完国内的一切，我的生活恢复了平静，像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偶尔起伏着惊喜的波浪。我认识了新女友，她是一名插画家，和她在一起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恋人之间的平等和尊重，可以不用谈论家庭财产，只做让我们彼此都开心的事。我送给她好看的包包，她总是不好意思地收下，想办法回我一个价值相等的礼物，这让我常常反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。她搂着我的腰，温柔地安慰我：“林，你的心意最珍贵。”心头久违地泛起悸动。她的爱意不掺杂任何利益。她也交往过一个前男友，对方希望能再见一面叙叙旧，她态度坚决地拒绝了，偷拿了我的身份证，去 4S 店冒领了跑车装逼，不秀对方再也没有发消息。对比许家的所作所为，我很庆幸自己及时止损。他的父母也待我很好，阿姨亲手煲汤送到公司，叔叔约我出去钓鱼打高尔夫，真正把我当亲儿子看待。我希望我的人生一直如此。在得知和许家有关的消息，是在新闻热搜上，他曾晒出和蒋毅的童年合照，后面顶不住网友的声讨，清空了账号内容。有心人保存了这张照片，几个月后被蒋毅家的债主刷到，一举把他告上了法庭。据说他和许家偷情的同时，还勾搭了好几个真富婆。许家一怀孕，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之所以赶在婚礼那天扬言要娶她，是蒋毅看清了我和许家破镜难重圆，他很难再捞到好处了，正好赚足他的感情，继续算计我给许家的彩礼钱。结果许家没了我这棵摇钱树，把兜里的钱看得紧紧的。蒋毅逐渐暴露了真面目，现在不止蒋家的债主要他负债子偿，被蒋毅欺骗感情的富婆们也放话要他付出代价。两拨人马追他到天涯海角，最后蒋毅老老实实进了监狱。判决生效的那一刻，他一定后悔回国追求真爱了。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许家，他不顾许爸许妈的反对，冒着赌一把的风险，坚持生下了女儿，分别用我和蒋毅的 DNA 材料做了亲子鉴定。可惜没能如他所愿，孩子的爸爸正在监狱里。许家绝望了，在医院里大哭大闹，非说鉴定报告是假的。许爸许妈看都没看一眼孙女，收拾铺盖回了老家，和许家断绝了关系。1年多前晒跑车的富姐，沦为面黄肌瘦的单亲妈妈，引发网友一阵唏嘘。秀恩爱秀错了人，是会遭到反噬的。不像我天天在朋友圈晒老婆，认定了她是我的余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